我把掉在床底下的项链拿出来后，一条弹幕突然出现在我眼前。不想死的话，就放下你手中的项链。看过项链的眼睛会被挖出，泡进福尔马林里当标本；碰过项链的手会被砍碎喂猪。我猛地把手放开，转身走进厨房喝水。我刚要拿起面前的水杯，弹幕再次出现在眼前。这水杯是她老公的专属物品，谁要是敢碰，谁今晚就扔进海里，给鲨鱼加餐。我抬手朝着马克杯的方向伸去，然后越过马克杯，拿起后方的杯子。眼前原本屈指可数的弹幕突然暴涨。我去！我差点以为他要废了呢。看他的样子不像是新人啊，不会是大佬来炸鱼的吧？不能吧？有长得这么帅的炸鱼佬吗？帅哥，你也炸我一下呗！我垂着眼皮，小口小口抿着水杯里的水，眼睛盯着面前的弹幕。就在这时，女 boss 从楼梯上走下来，在房间里四处翻找着什么，然后把所有人叫到客厅，站成一排。谁先把我丢失的项链找到，谁今晚就会获得一个大奖。所有人小心翼翼地摸索着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，生怕自己不小心惹恼了女 boss 会触发什么恐怖机制。昨天一个不自量力的男人色眯眯地盯着女 boss 的大腿，直接被女 boss 挖下眼珠，让怪物拖走了，也不知是死是活。我低着头，一边躲避女 boss 的眼神，一边查看着眼前活跃的弹幕。虽然知道这些人都会被他干掉，但看着这脸这身材，还是忍不住说：“姐姐杀我！”哼，要是真把你杀了，你又该不高兴了。坏了，只有找到这一关的隐藏关卡，今晚才能平安度过。每一期隐藏关卡都是随机的，没人知道该如何开启。隐藏关卡。我翻看弹幕，试图寻找有用的信息，但除了姐姐再爱我一次和哥哥的腿不是腿，塞纳河畔的春水这种没营养的话，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。一双大长腿踩着高跟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那条项链是阿晨送给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，如果被他知道我不小心弄丢了，他会不理我的。我不想让他伤心。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见他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说话。第一个找到他的人就是你们中的幸运儿，我会重重有赏。大奖得主可以，看来大家都想成为那个幸运儿，可以以后一直休息，休息到游戏结束为止。众人纷纷瞪大双眼，这不就是明目张胆的作弊吗？什么任务都不用做就可以直接通关了？难道这就是隐藏关卡？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能看见弹幕？黄毛儿一把将我推开，上前一步，走到女 boss 面前，行了一个绅士礼。我由于没站稳，摔倒在了地上。主人，很久以前我就听说您和您爱人恩爱不渝的故事，令我心神向往。今天非常荣幸能为您收拾屋子，没想到竟然成了您口中的那位幸运儿。我与他们这些新人有所不同。当我知道您和您丈夫那么重要的定情信物弄丢之后，我特意仔细搜查房间里的每一个角落，终于让我找到了不小心掉在床下的项链。在拿给您之前，我已经将您的项链仔细的检查过了，确保没有一丝划痕，完好无缺的归还到您的手里。所以，是谁准许你碰它的？一根根白蜡烛从我眼前飘过。自作聪明，这黄毛怕是要玩完喽。听说他是恐怖排行榜上排名其5的大佬，前几天还在社交账号上炫耀呢。哼，说自己提前研究过这个副本，还说新人都是废物，还说一定是第一个通关的人。装逼遭雷逼，你知不知道啊？他不会以为说个爱情故事就会让女 boss 对他产生好感吧？拜托，他可是恐怖游戏的 boss 哎，他当这里是恋综啊？脏死了，真是脏死了！我最讨厌别人碰我的东西了。女 boss 一脚将黄毛儿踹翻在地。别用你这肮脏的手碰我的东西，你有多恶心，你自己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不过我刚刚说的大奖还是你的，今天的晚餐就由你准备吧。眼前的弹幕开始疯狂滚动，时针指向9点。女 boss 从楼上的阁楼里走下来，她浑身湿漉漉的，手上的皮肤因为反复摩擦清洗而变得又红又肿。她将我们带到餐桌旁。今晚夜宵的分餐员，有谁要主动报名吗？爹啊，分餐员要是因为害怕手抖洒出哪怕一滴汤，快点死人啊！老子可是下了赌注的。活到最后的一定不可能是这个新人。我一边紧张地看着眼前的弹幕，一边大脑飞速运转，右手放在下巴上沉思。我该如何才能平安地度过今晚，并用这个不认识的男生的身份活下去呢？
因为我并不属于这个靠着刷副本闯关就可以完成阶级跨越的世界。就在前几天，我还在为交不起房租睡在桥洞底下而烦恼，而现在我正站在这个冒着热气的古堡里，吃饭不用和狗抢，睡觉可以陷进柔软的床垫里，我简直幸福的要死，好吗？我甚至隐隐有些期待明天了。突然间，一道冰冷的目光锁定我。你就是你，今天就由你来分餐吧，你离得最近。小的时候个子矮，我总是被人欺负，排队的时候每次都会被挤到队伍末尾，所以去救助站领饭，最后排到我的时候，不是发完了就是只剩下残羹了。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我都会争取坐到离食桶最近的地方。哪成想，因为这个习惯，竟让我当上了分餐员。这个小帅哥好淡定啊，一定要活到最后哦。姐姐等你出来。网上说他是被女大佬指点过的小白脸，当时我还不信。靠，我只是愣住了一时没反应过来。如果我说我其实怕得要死，还有人信吗？一人一勺的量，我老公做的汤很珍贵的，如果你敢让汤洒出来一滴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后果我当然是知道的，根据弹幕里的内容不难猜到，如果我手抖将汤汁洒出，等待我的将是冰冷的海水和鲨鱼的围剿。在这个游戏副本世界里，死了就是真的死了。我一个又穷又没背景的新人，没钱买免死的道具卡，一旦失败，等待我的将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。根据我这几个小时的对这副身体的了解，很明显，原主和我一样穷困潦倒，是不可能有免死道具卡的。我认命的走到尸桶旁，棕红色的汤面上隐隐约约漂浮着几块肉，仔细观察还能看见肉上的毛发没有剔除干净，随着沸腾的肉汁不断翻滚，几根黑色的毛发在汤中若隐若现。所有人坐在自己位置上瑟瑟发抖。我鼓起勇气将汤勺放进尸桶中，一只带着缺口的耳朵浮了上来，靠近尸桶，臭气熏天的味道直冲天灵盖，胃里开始翻江倒海。救命啊！为什么要让我在吃饭的时候看见这个？不对啊，我记得这段剧情不是这样的。有没有人发现，后面的关卡好像都被改了？听说是为了防止作弊。我看着面前这锅漂浮着各种内脏的汤，从胃里翻涌而上的恶心被我强压了下来。以前为了能吃上口热乎饭，到处打零工，杀猪杀鸡宰羊宰牛，我什么没干过。桶里漂浮着的是猪和牛混合的内脏，白天的那个黄毛应该还活着。我抬起汤勺一碗一碗的分发下去，根本看不出有一丝紧张的样子，稳如老狗。这也太强了吧！如果不是知道不可能，我都开始怀疑他是不是可以看到咱们的弹幕了。小哥哥，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，我要澄清一下，这不是谣言。别再犯花痴了好吗？楼上的麻烦你帮帮忙啊！如果他真的能活到最后走出副本，那他可就是过 S 级副本的大佬级人物了。已经很久没有人完成 S 级副本了，奖金池都累积了好多期了，他出来直接成为亿万富豪。到时候你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拜托你清醒一点吧。亿万富豪，我去！请问还有人需要加汤吗？我不但没出一点差错的将汤碗全部分好，现在甚至还想多干点活，不然我这一个亿拿着不踏实。分完汤后，一天没吃东西只喝了点水的我，端起汤碗就开始吨吨吨的灌了进去。就是这个味儿，跟臭豆腐一样，闻着臭吃着香。汤的味道倒是挺好的，就是再来点香菜和葱花就更好了。其他人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随后此起彼伏的呕吐声响起。这小哥哥虽然完成女 boss 交代给他的任务，但离今天结束就只剩下最后10分钟了。在那之前，如果还是没有人找到隐藏关卡，那所有人都得死。只剩最后10分钟了。我四处打量着，希望能找到有用的线索活下去。我还不想死啊！就在我偷偷打量周围的时候，这是我老公辛辛苦苦为你们熬制的大补汤，你们竟然都吐了出来，是在找死吗？我现在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，除非你们当中有人能够得到我家亲爱的谅解，不然你们就等着给这汤里的东西陪葬。女 boss 抬头看向楼上那间禁止入内的神秘房间，眼神中满是深情。餐厅里顿时炸开了锅，众人犹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焦急地望向楼上的方向。所有人都在盼望着女 boss 的老公可以从楼上下来。一个身材魁梧、一身腱子肉的男人猛地站起，朝着楼上的方向冲去。几个怪物突然入侵，瞬间将男人围住，一口一口分食掉男人的身体，只留下一滩血迹是男人存在过的证明。怎么办？我不能死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，
我爸还在病床上等着我呢。所有人都明白，如果没有解决办法的话，等待他们的是死亡。要结束了吗？终究是没人能够找到隐藏关卡啊！真是有点可惜呢。这个小哥哥的姿色我还是很满意的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选了个最难的 S 级副本，真的想把他收入囊中呢。女 boss 嘴角上扬的弧度越来越大，眼神里满是嗜血的光芒。她手里握着餐刀，在桌子上一刀一刀滑动，刺耳的声音在餐厅内作响，让原本就恐怖的氛围变得越发惊恐。我坐在桌子的角落，望向楼上的方向，一个想法从我脑海里浮现：老婆，海里的鲨鱼自然有不长眼的小鱼撞上它被吃掉。今天的汤是我没做好，你把它们喂鲨鱼了，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帮咱们试毒了。你知道的，我要确保你的生命安全。亲爱的，不是说好了以后都不用你下厨了吗？辛苦你了。以后不要再给这帮胆小鬼做菜了，你做的菜只能给我吃，他们不配。以后就咱们两个一起吃饭饭好不好嘛？我去，这波操作666啊！总算是从处处是陷阱的第一天中活下来了。一个没事带到疤满脸胡渣的男人冲了上来，对着我的肚子给了我一拳，血腥味从我喉咙深处涌出。你他妈敢在老子面前作弊！你一个第一次参加副本的新人，竟然能解出这个从来没人解开过的 S 级副本，谁信啊？把剩下的关卡答案交出来，不然老子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男人身后的众人恍然大悟地瞪着我，紧接着是铺天盖地的拳打脚踢，他们十分聪明地避开了我的脸。要死了吗？果然我还是活不过今天了。怪不得我们干活的时候你不在，而且找项链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仔细，还在那里发呆。黄毛找到项链的时候，你正好站在他前面，不会是你引导的他被害的吧？不行，你得把答案交出来，不能一个人独吞。对，交出来，得让他交出来。想知道关卡的答案是吗？好啊，我告诉你。不会吧？难道他真的作弊了？这小哥哥好可怜啊，他嘴角都流血了哎。不过这么看，好像更帅了呢。不过这里眼线太多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先告诉你一个人。你过来，离我近一点。啊！什么？你刚才说了什么？我没听清，你再说一遍。我刚才说的那么清楚，你怎么可能没听清呢？老子说没听到就是没听到，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儿！我顺势撞到旁边的床角，昏倒在地上。男人还想继续动手，被身后的众人拦住。喂，你是想杀人灭口，然后一个人私吞那些答案？等等，你是不是想着将他打死？这样除了你之外，就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关卡的答案了，然后自己独吞奖金？恭喜各位幸存者活过第一天，请各位回到床上闭眼，准备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。各位幸运儿们，晚安。根据其他的恐游经验，午夜12点钟声敲响后，务必立刻找到离你最近的床，躺好闭眼，千万不要发出任何声响，也不要睁开眼，不然下一秒诡异就会出现在你眼前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诡异们开始出来抓人了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让我看看是谁半夜不睡觉，睁开了小眼睛啊！老师来检查喽。让我来看看你们都藏到了哪里，究竟是谁的小眼睛在盯着老师看啊？所有人躲在被子里瑟瑟发抖，而我早就在钟声敲响的第一瞬间躲进了离我最近的床上。最该死的是，刚才那个男人也在这里。我和男人互相推搡着，将对方一起推下了床。男人迅速藏进了旁边的柜子里，而我这边空空如也。我一抬头，正好对上女诡异的眼神。女诡异开启航道模式，朝着我飞奔过来。我身体僵在原地，大脑却在飞速运转。老公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根本睡不着。还好女 boss 来了，
不然这2个人就死定了。你以为女 boss 来了，她就不用死了吗？话说，她之前亲口承认了自己是女 boss 的老公阿晨了吧？我研究过资料，从这个副本开始的第1天直到现在，我就没见过这女 boss 的老公。以我国测这么多孔游的经验来看，他完全就是运气好，恰好答对隐藏关卡的萌新一个。依我看，他活不过今晚了。怎么办？横也是一死，竖也是一死，大不了就跟这帮鬼一拼了。亲爱的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会是男仆假扮的我老公吧？不然你为什么不和我睡在同一个房间，跑来这个又脏又乱的男仆房？你不是和我一样有洁癖，最讨厌别人碰你了吗？亲爱的，每晚我们都会进行睡前小游戏。孤儿院里学来的演技全用在这里了。亲爱的，今天是捉迷藏，你忘记了吗？不过你今天慢了10秒钟，慢了10秒就惩罚你10下。既然惩罚完了，我们走吧，回房间。游戏？什么睡前小游戏？我要充会员！别整，别整，再给我整封号了！唉，我还想继续看呢。拒绝黄赌毒，从你我他做起。好了，别闹了。我记得游戏制作组当初对这个女 boss 的设定是一个外表高冷御姐、内心嗜血残暴的最终 boss 啊，这怎么看着一点也不像呢？管他呢！外表高冷但内心软萌的大 boss， 与外表楚楚可怜但能随时扑倒你的小狼狗，哎呀，真的是磕死我了！我看着面前的弹幕，嘴角抽搐。什么外表楚楚可怜，内心狼狗？拜托，我是真可怜好吗？如果我不学会自己保护自己，又有谁能站出来保护我呢？自从我爸妈车祸死去之后，法院把我判给了舅舅和舅妈家。在我18岁之前，有舅舅一家代为照顾我。我知道我在舅舅家是个累赘，所以从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看人脸色，学会了如何讨好别人，懂得了人情世故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正是靠着这个令我讨厌的技能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让我救了自己一次又一次。我跟在女 boss 身后暗自打量着，有些捉摸不透女 boss 的想法。刚刚她为什么不揭穿我？一会儿和她老公见面了，我该说些什么呢？她不会是因为我冒充她老公，想把我单独带上楼好折磨我吧？我甚至想好了一会进去以后，如何凭借我的3寸不烂之舌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说服女 boss 和她老公放我条生路。就在我胡思乱想中，那间神秘的房间被打开了。我刚想一个华贵认错道歉，阿晨，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映入我眼帘的是我熟悉的房间布置摆设，床头柜上放着一个相框，照片里是3张笑容灿烂的一家3口，那是我与父母唯一的一张合照。我眼角泛红，随后开始四处观察房间的各个角落，房间里空无一人。奇怪，她老公呢？我磕的 CP 是真他不会真是这女 boss 失散多年的老公吧？真相只有一个，这个新人其实不是玩家，而是游戏世界里的 NPC。我撑起身子，直接反客为主，将女 boss 压在身下。我低下头，刚想做些什么的时候，身下传来绵长的呼吸声。女 boss 睡着了，嘴角微微扬起，似乎做了一个很美好的梦。我摇摇头，刚想从她身上下来。顾星辰，你等着，我一定把你找到。顾星辰，他怎么知道我现实世界的名字？我难道真的是这个女 boss 的丈夫吗？自从我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想起一些记忆。我只知道自己叫顾星辰，其他的都记不清了。不知道触碰到什么就会触发回想起一段往事。我究竟是谁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有什么是我这个超级会员不能看的？唉，我期待了一晚上，结果什么都没发生。
就这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好的恐怖副本吗？为什么事情的发展略带一丝诡异了呢？我挠了挠头，压下心底的困惑，准备出门查看。我刚站起身，项链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，一张我与女 boss 的合照在我面前展开。我诧异地捡起合照，脑海中闪过一些奇怪的画面。我抬手敲了敲隐隐作痛的头，不小心将旁边的壁画碰掉了，砸在地上。突然，书架处传来一声奇怪的响动，紧接着书架朝着两侧滑动。我走进密室，到处挂满了我的照片和墙上正在播放着的视频。我无比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一些不愿想起的记忆从我脑海中浮现。16岁父母去世后，舅舅一家从我手上拿到父母保险理赔金之后，被丢到大街上四处流浪的我。17岁被人送进孤儿院后，被院长虐待，努力在领养者面前刻意讨好扮乖，希望被拯救的我。19岁好不容易在后院挖出一条地道，在我眼前一一浮现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曾经的那些经历，直到画面中出现了记忆中早已模糊的爸爸妈妈的脸。我凑上前放声大哭，将我这些年的委屈和痛苦全部发泄了出来。突然画面一转，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张陌生又熟悉的面孔。少女精致的面容不似现在这样冷若冰霜，眸子中带着少女的天真烂漫。是她，是那个女 boss。哎呀，这个小哥哥好可怜啊！没想到这女 boss 小时候长得还蛮可爱的嘛。我缓了好久，平复了心情，决定出门看看。我刚要往出走，门口正放着我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妈妈还在的时候，就经常做这道菜给我吃，也是后来在街边饿到濒临死亡时，我最想念的味道。就在肉汁在我口腔里爆开的瞬间，我回想起妈妈温暖的怀抱，爸爸厚实的手掌和爽朗的笑声，大滴大滴的泪珠从我脸上滑落。我大口大口地吃着面前这碗红烧肉。这小子不会是传说中的氪金玩家吧？那边那个男生刚还被数十个诡异追杀死里逃生，他竟然可以在游戏世界里如此悠闲。你们不知道吗？据说这个女 boss 嗜血狂暴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先把猎物圈养起来，一点点把它玩弄致死。弹幕里的话让我瞬间惊醒。是的，这里是恐怖游戏副本。因为那碗红烧肉，我刚才差点萌生能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的可怕念头。不行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你好，认识一下，我叫林北山，你救了我，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。朋友吗？我记忆中好像也有一个朋友。你好，我叫顾星辰。饿了一天的少年哪还有力气逃命？少年挣脱掉我的右手，站在原地气喘吁吁。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不要管我了，你先跑吧。上来，我背你。我们是朋友不是吗？快点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！白发少年朝着我的方向挪动脚步，诡异越来越近。白发少年突然面露凶光，将我往后一推。既然是朋友，为朋友献出生命也不过分吧？顾星辰，你怎么还敢相信人性呢？舅舅和舅妈拿钱后将你抛弃的冷漠表情，孤儿院院长伪善外表下狰狞面庞，街上乞讨时路人嫌弃的目光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诡异张大着嘴，眼看着就要将我吞入腹中。大人饶命！是小的跑得太快没看清，竟然没认出来您就是那个 boss 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爱人。我刚想说些什么，一道身影出现在我面前。只见他突然双眼睁大，被女 boss 徒手一分为二，像是切西瓜一样。黑色的汁水喷溅到我身后的墙壁上，周围几个诡异被吓得抱头逃窜。记住了，
恐怖游戏规则第1条，永远不要相信任何人。恐怖游戏规则第2条，诡异每吃掉1名幸存者，将停止追逐5分钟。救我！刚才是我错了，朋友，我们是朋友对吧？救救我！我还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好，我帮你。我帮你早点去见阎王。恐怖游戏规则第3条，这里没有朋友，只有敌人。吓死我了！我差点以为这新人是史诗级无敌大傻，能被人骗第2次呢。女 boss 在搞什么？这分明是在作弊！只要反派足够美，3观跟着5官飞。楼上的少在这里乱叫，我们姐姐这叫人美心善，你懂个屁呀！我说，你们是没看见他徒手掰榴莲吗？怎么又黑屏了？搞什么又来了？有没有搞错啊？退钱！好久不见，顾星辰。我是顾婉月。他的脸离我越来越近，空气中充斥着暧昧的气息。等等，泪痣。太好了，你还活着。那时候我还在孤儿院，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瘦弱的小女孩。当天下午，我就看到其他几个小孩子将那个小女孩团团围住，把她手里的吃的给我抢过来，不给就打死你！我透过缝隙看到了一双令人记忆犹新的双眼，那是一双渴望活下去的眼睛。她死死地拽着我手里的馒头不放，那是饿了3天的她活下去的希望。院长来了！我立刻跑上前，小女孩以为我也是来抢她馒头的坏人，立刻将馒头塞进嘴里被噎住。我赶紧将房间里藏起来的清水拿出来，一点一点给小女孩喂下。小女孩咳嗽了几下，终于缓了过来。你不要指望我会感谢你。没关系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看你的样子应该是饿了很久，吃吧，不用客气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小女孩警惕地看着我，见我没有反应，赶忙将馒头放进嘴里，大口大口地吞咽。慢慢吃，没人和你抢。我问过她叫什么名字，她低着头看着地面不说话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她是一个和我一样的可怜人。我叫顾星辰。妈妈说，天上的星星虽然不起眼，但也在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芒，去照亮他人。只要将漫天星辰汇聚在一起，也能照亮整片黑夜。既然有了星星，怎么能少了月亮呢？以后你就叫顾婉月吧，星星会永远陪在月亮身边，让月亮不再孤单。小女孩愣愣地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不过之后的几天，只要我一转身就能看到有一个小尾巴跟在我身后不远处。那天，孤儿院院长再次将我带到那个小黑屋，对我实施虐待。我鼻青脸肿地从院长办公室里走出来，顾婉月连忙上前搀扶我。婉月，活着真的好累啊！白天的时候，我都会学着妈妈告诉我的话，努力露出灿烂的笑容，散发光芒去照亮他人。可是我真的好累啊！我只有在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才敢流泪，我不敢哭出声，怕吵到别人。我真的好想爸爸妈妈，你说撕了是不是就不会那么痛苦了？是不是就能和爸爸妈妈见面了？顾婉月低着头沉默不语，突然她站起身就要冲向院长办公室。是不是那个死老头欺负你？你等着，我去杀了他！那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那种残暴嗜血的表情。我拦下狂暴的顾婉月，紧紧地将她抱住，不让她去。就在那一天，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相依为命，什么是产生羁绊。原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在乎我、肯为我拼命的人。
我的脸上再次流下泪水，不过这次不是因为痛苦，而是因为感受到了幸福和美好。我知道，从此以后我不再是孤单一个人，我拥有了第3个家人。那天之后，我和顾婉月在孤儿院里形影不离。顾婉月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，她知道我最爱吃妈妈做的红烧肉，我们会一起对抗坏人，一起想逃出去的办法。在他生日的那一天，我亲手为他做了一个项链，里面放着我们俩的合照，是2张笑容灿烂的脸。日子虽然很快乐，但孤儿院里还是有很多坏人。我们决定想办法逃出这个牢笼。那天晚上，我和顾婉月趁着所有人睡觉的时候，在孤儿院的后院挖出了一条地道，悄无声息地逃了出去。正当我们满心欢喜地期待新生活的时候，几个人贩子将我们掳走，分散到了全国各地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再也没见过彼此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在找他，我坚信着他一定还活着，只是我没想到却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见到了他。啊！画面终于再次出现了。怎么会？女 boss 的头顶的攻略进度条显示已攻略80%。这个新人是什么时候攻略 BOSS 的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啊！我透过弹幕看向顾婉月，曾经瘦弱的小女孩已经长成肤白貌美、身材曼妙的成熟女人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女 boss， 而我则是闯入这里的小小萌新一个。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又为什么成为了游戏 NPC？ 不等我仔细思考，顾婉月拉着我的手将我带到楼上那个神秘的房间，一把将我推倒在床上，我双手撑着床一步步往后退。顾婉月，你干什么？你躲什么？我们不是家人吗？家人不就应该睡在一张床上吗？我一直都把你当做妹妹看待，我们不能这样。哥哥，是能做很多成年人做的事的那种哥哥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哥哥，你嘴上虽然说着不愿意，但你thân体还是很诚实的嘛。这是什么骨科文学？我不行了，我要晕了，渴死我了！我也想要这种妹妹，请问哪里可以领？这可比我看的小说刺激多了。哥哥，这种事情难道还要女人主动吗？被这么多人盯着，多少有些不自在。别看他，看我，我们继续。Oh no！ 不要啊！给个机会行吗？我特意请假没去上班，结果黑屏了，我的200块啊！这新人行不行啊？这可是能徒手撕开诡异的终极无敌大 boss 啊！体力值爆表了。想知道他行不行还不简单，我们只需要等等看多久能重新恢复画面就可以了。这就是让我们看了一晚上黑屏的理由吗？等等，画面恢复了！阿晨，你爱我吗？哥们儿，你清醒一点！你面前的是史诗级难度的超级大 BOSS。不管昨晚有多快乐，你都千万别说你爱他呀！经过我们仔细的调查，当这个女 boss 头上的进度条跳转到100%时，你将被永远的囚禁在游戏世界，永远无法离开。永远无法离开吗？那真是太好了。我爱你，婉月。星星会永远陪在月亮身边的。自从那天过后，我们在恐怖游戏副本里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。别人在战战兢兢地躲避诡异的追击，而我和顾婉月一起吃饭、睡觉、关弹幕，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
秀恩爱死得快，你别嚣张，明天我就去相亲。首先，我没招惹你们；其次，我看的不是口游直播吗？为什么要虐狗？这位朋友是忘了活着离开游戏可以拿到1个亿了吗？那可是1个亿呀！有了这钱，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蠢蛋！我无视弹幕里羡慕、嫉妒、恨的言论，他们懂什么？在这个世界有最终大 boss 在我身边，我还怕没有那1个亿吗？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距离游戏结束只剩下最后1天。游戏里只剩他一个活人了，他真的要永远的留在游戏世界里吗？兄弟，听我的，你先出来把钱拿到。你要是实在不想要，给我也行啊。要是让我在爱人1个亿之中选，我也会选和爱人永远在一起的。恋爱脑真可怕，姐妹相信我，只有钱永远不会背叛你。其实我想说，那个女 boss 头上的进度条还没到100%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现在是99%。我其实也问过婉月，为什么她头上的进度条迟迟无法跳转到100%，她摇摇头没有回答我。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我端着食物从厨房走到专属于我们的房间，一路上四处乱杀的诡异见到我后，纷纷对着我行礼。其中一个诡异甚至还很有眼力见的帮我打开门。我向他微笑示意走进房间。亲爱的，我再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屋子里十分安静，顾婉月猛地睁开眼，眼底是化不开的寒霜。我竟然把你这个脏东西给忘了，出来吧。我双眼瞪大的站在门口，黄毛儿从我身后走出，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抵在我的腰间，脸上挂着阴险的笑容。幸好老子从黑市上花了大价钱买了一张复活卡，老子躲了这么久就是为了今天。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。就算我不拿开，你又能把我怎样？如果我没猜错，按照游戏规则，你是没办法对幸存者动手的吧？我观察了你好几天，你除了能徒手杀掉诡异，从来没对幸存者们动过手。而且你没觉得这里有些太安静了吗？你手下的诡异们怎么统统消失不见了呢？我在黑市中除了购买了一张道具卡，还买了一张防御卡，可以将诡异拦在20立方米的空间之外，整整10分钟。趁这个时间，我可以做很多事情，比如将你最在乎的人杀死，然后独吞1个亿。哼的一声，我瞳孔放大，直接倒在地上，鲜血从我身下慢慢晕染开来。我追的 CP 毙了，我能不能给他们充个复活卡，将新人复活啊？唉，其实也不是办法让新人活过来。路上的什么办法？你快说！根据资料显示，当 BOSS 攻略进度跳到100%，可以选择将与他产生羁绊的玩家永远留在游戏世界，或者开启生命献祭模式，将生命之献祭给与他产生羁绊的玩家，并直接带走一名玩家。只是这样的话，游戏会在5秒钟后立刻结束。那我磕的 CP 不还是毙了吗？不要！检测到玩家与 NPC 羁绊值突破临界点，触发隐藏剧情：1. 将顾星辰永远留在游戏世界里；2. 将生命献祭给顾星辰。我选2，我要带走他。BOSS 开始献祭模式，并选择带走64号玩家。距离游戏结束还有5秒钟。不要，婉月不要啊！阿晨，对不起，我没法再一次看见你死在我面前，而我却无能为力。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，但我时间不多了，你先听我说。阿晨，星星是一个发光体，可月亮不是。哪怕没有月亮的存在，星星也可以照亮夜空。
谢谢你出现在我生命里。如果那天你没在天台出现，或许我早就没有勇气活下去了，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幸福时光。天台？什么天台？婉约，你在说什么？阿晨，谢谢你给我名字，给我一个家。阿晨，下辈子我还要做你的月亮。游戏结束 ，S 级恐怖游戏副本存活人数1人，恭喜宿主，系统发放1亿元奖励。我缓缓睁开眼，眼前到处都是白色，白色的天花板和白色的墙壁，白色的床单和被子，不远处放着一个头盔。顾先生，这次是第3761次，您又失败了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失败了？婉约，顾婉约呢？先生，您先别着急。由于您长时间躺在床上，您的身体还有些僵硬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太太现在在重症监护室，您不用担心，一切正常。太太是谁？是婉约吗？我和婉约什么时候就结的婚？都在重症监护室了，还叫正常？先生，趁着这段身体重新适应的时间，您可以先看看这个，看过之后就明白了。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也很迷茫，但你先别急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我是顾星辰，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是有关于你和顾婉约的全部故事。原来顾婉约在现实世界里就是我的妻子。这个恐怖游戏是根据顾婉约写的恐怖推理小说改编的一款游戏。当年我和顾婉约被人贩子掳走分开后，我四处乞讨。在我15岁那年，我从那伙人贩子手中逃到警察局，将他们一举歼灭。我向警察打探顾婉约的消息，警察告诉我，有很多小孩子被这帮人贩子掳走后被打死了。我口中的顾婉约怕是凶多吉少了。我心灰意冷地走在大街上，看着人潮汹涌的街道，我蹲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好不容易找到的家人，竟然再一次离我而去。我双眼一黑，倒在地上。路过的行人纷纷避开我，绕道而行。再次睁开眼，天空中乌云密布，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，随后雨势加大。我来到天台，打算从上面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正当准备跳的时候，一只手将我拽了回来。我回头一看，竟然是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的顾婉约。她告诉我，那年被人贩子掳走后，她想尽各种办法打探我的消息。前段时间在新闻里看到自己是一起歼灭人贩子团伙的案子，她怀着最后一点希望来到 Z 市，可找遍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没有我的身影。心灰意冷的她再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，想着随便找个天台结束生命，没想到竟然看到了同样走上天台的我，赶紧把我拦下。我抱着顾婉约放声大哭，我对着顾婉约诉说我这些年的经历。遇见彼此放弃自杀的我们，打算离开天台。可一阵大风吹过，天空一道雷劈了下来，砸在了我的头上。我从天台上跌落，顾婉约为了救我，跟着我一起跳下天台。还好，警方及时赶到，做好了防护措施，而被雷劈了的我竟然也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自从那天过后，好运就此展开。我们路过一家饭馆，看到招聘信息，老板看我们可怜，将我们留在店里当伙计。我在后厨学做菜，他在前台当服务员。我们终于不再四处流浪，有了落脚的地方，生活逐渐开始变得顺利起来。18岁那年，我无意中从一位律师口中得知，作为我监护人的舅舅和舅妈是无权擅自挪用我父母留下的保险金。在我18岁成年之后，是有权利让他们返还保险金的。我拿着律师的诉状，直接将舅舅和舅妈告上法庭。属于我父母的保险金额终于回到了我手上。我默默地留给老板一笔钱，和顾婉约一起通过这3年学到的本事，在市中心自己经营着一家饭馆，我们给它起名为新约小馆。我们还买了个房子，在这座冰冷的城市里，终于有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。我妈妈以前是业内鼎鼎有名的厨师，我凭借着记忆中妈妈的味道做出了改良版红烧肉，获得顾客的一众好评，甚至还有电视台来争相报道，店里的生意蒸蒸日上。为了纪念重获新生的日子，我们在第2年天台跌落的同一天去民政局登记结婚。今后的日子，我这边开着餐厅，顾婉约那里开始了学习模式。凭借着他的努力，最后拿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顾婉约选择了写作，他告诉我，他父母还在的时候，最喜欢在睡前给他讲故事了。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就在网络上声名大噪，甚至有游戏公司联系我们，想要以顾婉约创作出来的小说为背景，开发一款全新的游戏。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可好景不长，意外还是来临了。一伙强盗盯上了我们，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几个蒙面大汉将顾婉约掳走，向我索要1个亿换取顾婉约的心意。我拿出这些年和顾婉约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，可还是相差甚远，最后走投无路，从高利贷那里借了很多钱，终于凑够了1个亿，从绑匪手里换回了顾婉约。正当我和顾婉约抱在一起喜极而泣的时候，
我看见绑匪举起枪朝着我们的方向扣下扳机。不要啊！我将顾婉月护在身后。阿琛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留下我一个人。我抬起手想擦去他眼角的泪，可眼泪越擦越多。对不起，星星好像没办法陪着月亮了。即使没有我，你也要好好活下去。不许动！你不会有事的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经过72小时的抢救，幸运的是我没彻底死去，但和死了没什么两样。子弹穿过我的大脑，虽未致死，却导致脑组织受伤，变成了植物人，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余生。顾婉月隔着 ICU 的玻璃，看着还在呼吸的我，泪流满面。顾婉月回到家拿洗漱用品，发现了我留在茶几上的几张欠条，一份离婚协议书和一份与顾婉月小姐撇清关系的声明。声明里声称高利贷的欠款与顾婉月小姐毫无关系，属于离婚后我的个人行为，以及一份很早以前就买好的保险单，受益人是顾婉月。之后的日子，顾婉月每天来医院里照顾我，每天和我讲我们曾经一起经历的一切，希望能将我唤醒。顾婉月和游戏公司合作开发的游戏深受玩家喜爱。那天，游戏制作组的人跟他说，有一项和医学院新研发的项目取得了重大突破，只要将游戏头盔给患者戴上，将患者的脑神经连接到游戏世界，通过游戏世界的刺激，或许能够唤醒沉睡的植物人患者。如果想要将他唤醒，就必须有一位羁绊最深的人进入到游戏世界，找到患者的记忆体，让患者一点一点地回想起现实生活中的一切，并且保证记忆体没有损坏，才能有几率唤醒他。而且在游戏世界的他并没有现实世界的记忆，需要让与患者有羁绊的人一点一点唤醒。不用说了，我去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会把阿晨唤醒的。您放心，为了保证您的安全，我们会将您设定为游戏 NPC， 给您最大限度的权利和自由，但你不可以对其他玩家动手。你可以随意调遣游戏世界的诡异，让您可以在游戏世界里找到您的丈夫。只不过由于现在技术还不成熟，您千万要记住一点，如果您在游戏世界里死亡，或许您会有生命危险。阿晨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可以找到你。后来婉月真的将我唤醒了，不过她自己却永久地陷入了昏迷之中。他的生命体征极其微弱，但奇迹般的并未消失。他安静地躺在那里，脸色苍白如纸，身上连接着各种维持生命的插管。游戏公司和技术团队也束手无策。他的意识在游戏世界里消散后，无法再次凝聚，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昏迷。这跟当初变成植物人的我并不一样。顾婉月是意识层面的迷失。为什么所有我爱的人我都留不住？为什么要让我孤独的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？我找到设计游戏的工作人员，求他们帮帮我。你们能用游戏唤醒我这个植物人，那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将婉月带回来？顾先生，您今天不来找我，我们也会去找您。根据我们这几天的调查，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。什么异常？自从顾小姐选择自爆后，游戏世界崩塌。我们修复之发现，顾小姐的记忆体或许还存在于游戏世界内。那我能去把她带回来吗？理论是可以的，不过你需要再次经历同样的故事场景。如果您能改变顾小姐献祭的结局，或许顾小姐也可以醒过来。不过由于是再次经历相同的结局，所以您只要进入到游戏世界就会失去全部的记忆。至于您如何在失忆的情况下将顾小姐唤醒，我们也无法帮您。先生，这已经是您第3761次尝试唤醒太太了，您还要再试吗？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一直尝试。这是我尝试的第10年，可我依旧失败了。婉月，我回来了，我不会放弃的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。
我的脑海中闪过无数我们以前一起经历的画面。6岁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一回头就能看见在不远处的顾婉月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为了报答你那天救我，跟在你身后保护你，才不是为了和你交朋友。9岁，我们一起从孤儿院逃出来，被人贩子抓住。在被迫分开的那一刻，他死死抓住我的手。15岁，他把我从天台边缘拉回来，我抱着他放声大哭，他轻抚我的后背。18岁的星月小馆，他站在前台，我站在后厨，隔着玻璃窗对视，笑得像个傻子。我亲手将戒指套在婉月手上那一刻的誓言，星星会一直陪在月亮身边的。回忆结束，我看着婉月右手无名指上的戒指。婉月，再等等我，我一定会把你带回来的。